要说这乐坛里最让人摸不着头脑却又打心眼里佩服的人物，那非刀郎莫属。你可能还记得2004年那会大街小巷都飘荡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旋律，那叫一个火呀，从乡村到城市哪儿都能听到。刀郎这名字一下子就家喻户晓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爆红的当口，他居然选择消失在公众视野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铺天盖地的非议。有人说他的歌太通俗，上不了台面。可刀郎不在乎这些声音吗？他在乎，但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音乐梦想。于是他关掉手机，断掉网线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，就为了能专心做自己想做的音乐。后来呢，2011年刀郎又回来了，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。那场面人山人海，粉丝们的热情简直能把房顶都掀翻。可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一直这么火下去的时候，2013年他又淡出了。这还不算完，去年一首《罗刹海市》，刀郎再次轰动了乐坛，短视频平台的粉丝蹭蹭往上涨，超过了1800万。这要是搁别人，那不得趁机大赚一笔，可刀郎不，他竟然宣布暂时退网，说要去积累沉淀。如今刀郎又开了线上演唱会，还要搞巡回的。你说他图啥？其实啊，刀郎啥也不图，就图能做自己的音乐。他就像个笨小孩，认准了自己的路，一路走到底。当年鲁豫问他想成为啥样的歌手，他说2、3线就行。这可不是谦虚，是他真心这么想。他不想被名利绑住手脚，只想安安静静地唱歌。还记得他躲到甘肃定西那小地方的时候，一下车就看到报刊亭里全是关于他的报道，那感觉就像自己被扒光了给人看，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也没被吓倒。那些攻击他的声音，那些不理解他的言论，都没能改变他。而且这次演唱会主题是谢谢你，为啥？因为他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最后一场演唱会上，他唱着那句谢谢你，可以让我在平凡世界中发现我自己。台下的歌迷们泪流满面。此次刀郎的演唱会那可真是火爆出圈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各大媒体居然没啥推送，但就算这样，歌迷们也不含糊，照样把这演唱会捧得火热。短短几个小时，这演唱会的收看率就高达5300万人次，点赞数更是多达7个亿。要是媒体给好好推送一下，那还不得炸了天。再说说这演唱会上的人，刀郎团队的穿着那叫一个实在，男的就是普通的体恤短袖加大裤衩子，女的也没啥奇装异服，不是小衫裙子就是连衣裙，正常又朴素。可你再看某些热的演唱会，穿得金光闪闪，那票价更是亮得让人发慌，简直就是寒光闪闪啊。这一对比，差距就出来了。刀郎他们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还有那伴唱的女主徐子瑶，不少人说她唱功可能比不上刀郎的徒弟云朵，但在我听来，她声音清澈得很，高音虽说不如云朵，可就是招人喜欢。而且这次云朵居然没捧师傅的场，有人就猜是不是刀郎彻底不想搭理云朵了，让他自己玩去，各走各的路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。说到这，我还得跟您唠唠徐子瑶。我就喜欢她这长相，觉得比云朵好看，而且希望她以后红了可别飘，要像刀郎一样踏踏实实做音乐。刀郎啊，其实也不再年轻了，声音没了当年的风采，高音也不太行了。但咱不怕，他要是转幕后写歌作曲，说不定对音乐的贡献更大。有人说刀郎太安静了，被人非议也不知道为自己辩解。可刀郎觉得没必要，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需要向别人解释。在这个人人都想出名，都想赚快钱的时代，刀郎显得格格不入。别人为了涨粉绞尽脑汁，为了把粉丝的价值榨干，想尽办法。可刀郎呢？财富向他招手，他转身就走。人声鼎沸的时候，他急流勇退；没人在意的时候，他又带着新的音乐回来了。
有人说他傻，可我觉得这不是傻，这是一种坚持，一种纯粹。他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意想不到，但仔细想想，又都在情理之中。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他，要做自己的音乐，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你说他害怕红吗？他怕，但他更怕失去自己的初心，怕不能做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音乐，这才是刀郎真正让人喜欢的地方。咱们这个时代，太多人在模仿别人，觉得这样能快速成功。可刀郎不一样，他是一股清流，坚持着自己的风格，做着自己的音乐。